观之道为实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癌症的发生，从医学角度来看，是细胞代谢异常所导致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早晚都会生癌，只要寿命足够长，活到120岁，每个人体内肯定都会有，这是必然的。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因素促进了癌症的发生，比如某些不良的情绪因素。网上有传言称，只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就能减小患癌几率。即便已经患癌，心态上的积极乐观也能帮助提高癌症治愈率。的确，多年来人们一直深信着一些特定的性格会在某种程度上对患癌几率及癌症预后有所影响，甚至萌生出了所谓癌症性格的概念。近几年，癌症性格的说法也确实逐渐流行起来。但癌症性格到底是不是真的合理科学，却一直存在争议。是营销号在胡说八道，还是确实客观存在癌症性格呢？下面跟着小关一起来了解一下何为癌症性格。癌症性格是指容易导致罹患癌症的个人性格特征。癌症性格者往往对人际关系过分焦虑，对获得别人的赞赏有过分的要求，容易压抑生闷气，主要表现为：一、过度克制压抑自己的情绪，有泪往肚子里流；二、幻想以克制、忍让、屈从的行为方式博取别人的认可和喜欢；三、不善于与人交往，对不幸之事内心体验深刻，过分忍耐，因而长期处于压抑状态，却不敢正视矛盾，从而抑郁寡欢，这样难免会使免疫功能下降，因而导致各种代谢功能发生障碍，诱发各种癌变。在网上流传的版本中，癌症性格包括内向、情绪抑郁、焦虑、自卑、抗打击能力弱等等特征。在社会压力巨大的今天，似乎有不少人符合了这些特征。那这代表着我们都成为了高危人群吗？其实癌症性格是否存在，关键看我们怎么理解。读过《红楼梦》的人对书中的林黛玉肯定很熟悉，她才情横溢，聪慧绝俗，一颦一笑总是牵动人心。但另一方面，她病弱的身体、坎坷的情路、悲凉的结局又常常令人惋惜。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 C 型性格，大体表现是逆来顺受、爱生闷气、敏感多思，凡事都喜欢往负面想。一个人若是长期处于这种压抑的状态，身上的免疫系统难免受到影响。有研究表明， C 型性格的人癌症发病率比一般人高3倍以上，因此 C 型性格又被称为癌症性格。曹雪芹笔下多愁善感、郁郁寡欢的林妹妹就是典型的癌症性格。古人常说气大伤身，其实并非一句空谈，很多时候情绪正在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主宰着我们的身体，甚至人生。中国古代名医朱丹溪写了一本书叫《格致舆论》，其中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子出嫁后和小姑子、嫂嫂的关系处理不好，和公公婆婆的关系处理得也不好，于是心情抑郁。10年以后，乳房上长了一个小块，再过一段时间，乳房块更硬了，最后就发展成了奶炎。中医原本把癌叫做炎，形容它像岩石一样硬。朱丹溪认为这完全是因为人际关系失调，导致心情郁闷而引起的。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和睡眠医学中心主任潘吉阳教授介绍，临床发现，癌症患者在诊断前，大部分人性格是相对消极、被动的，思维偏于负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们的免疫系统，导致癌症的发生几率上升。但是，潘吉阳主任强调，性格只是一方面，癌症的发生主要还是与年龄有关。年纪一大，机体各方面功能下降，才是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癌症性格的观念无疑对不同人群均有程度不一的影响，特别是已经身临不幸的癌症患者，得知自己身患癌症的消息，往往给人带来强烈的消极情绪，
同时，患者往往会因为这一观念而产生额外的精神负担。比如，患者往往会质疑，我得了癌症是否是活该，是否是自找的？我的消极情绪是否会导致癌症恶化或影响治疗效果？如果我积极转变情绪，乐观面对癌症，是否能有助于癌症的痊愈？固然，面对自身患癌消息时，能够保持情绪平稳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此时，癌症患者往往还会被鼓励接受有效的社会心理干预，以保持乐观心态，提高生活质量。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目前为止，并不存在相关的有效证据能够证明此类情绪疗法能够降低患癌风险，防止癌症恶化，甚至帮助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当然，这并不足以否定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干预手段对于癌症患者而言的价值和意义，它们仍然有助于患者恢复情绪稳定，缓解精神压力，并主动配合治疗。情绪性格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但癌症性格不是确切的致癌因素，也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标准，去衡量一个 C 型性格的人患癌症的几率为几%。C 型性格的人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心理负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改正不良的生活习惯，同样可以保持健康。不同性格的人有各自的专属病，癌症偏爱 C 型性格，其实 AB 型性格人群也有各自的喜好。潘继阳主任向我们介绍，上世纪5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的2位心血管教授发现，如性格火爆、竞争心强、有闯劲的人群，相对容易患上冠心病、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后来，这2位教授将这种性格称为 A 型性格。而与之相对的 B 型性格，心态平和，不好斗，因此患上失眠、心血管疾病等几率也比较低，甚至有人称其为长寿性格。为何心理会影响到生理？那是因为负面情绪抑制了我们机体的战斗力。癌症的发生是一个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漫长过程，我们的身体里存在着许多原癌基因、抑癌基因，这些基因如果发生突变，则可能诱发癌症。潘继阳主任称，当一个人长期处于压力、焦虑等不良情绪当中，会抑制我们的免疫系统，加上年龄增大而免疫功能下降，一旦出现癌变，免疫系统无法及时将其控制住，将导致癌细胞大爆发。不仅如此，负面情绪还会影响我们的行动力。一个人如果处于负面情绪中，那么他很可能会消极对待所有事情，导致运动缺乏、营养不良、失眠等等。而这些恰恰又是大多数疾病的源头。潘继阳主任还表示，性格、心情会很大程度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本身很大程度就与我们疾病发生有关。比如癌症患者如果消极对待治疗，即使使用再好的医疗手段，患者不配合，治疗效果也不理想。潘继阳主任介绍，美国的肿瘤治疗中心就为患者配备了精神心理科医生。乐观的情绪对于疾病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们要正确对待负面情绪，尽量避免形成癌症性格。潘继阳主任解释说，负面情绪并不是百害无一利，比如焦虑是正常情绪，适当的焦虑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但是不要让自己长期陷入负面情绪中，需要适当放松自己。放松心情并不局限于运动、旅游，不管运用什么方式，只要你能缓解焦虑、释放压力，看电视、发呆也是放松。潘继阳主任强调，放松方式是因人而异的，性格不同，结果可能也不一样。选择不适合自己的放松方式，只会给自己增加负担。癌症性格可以说只是一个临床统计结果，可以理解为具有某些性格特征的人群，相对其他性格的人患癌风险更高。癌症性格与癌症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它可以作为一个警醒。
不良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功能，增大癌症风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观友们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想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